在一个郊区，这家包子铺发生的事情。看完之后，你可能这辈子都不敢再吃包子。这件事还得从1年前说起。1960年，那个时候国内还很贫穷，肉类和生活用品都是紧缺的，普通老百姓1年之中基本上很难吃到猪肉。但是在天津郊区这个小的包子铺里面，却每天都有肉包子卖，而且每天限量500个，卖完收工。在1个月前，这家店的老板都是卖素菜包子，基本从来没有卖过肉包子，因为很难弄到猪肉。这天晚上，老板正坐在店门前发呆，看着眼前还剩下这么多包子还没有卖出去，心里很难受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就在这时，从街道的另一边走过来一位衣服很破烂的女人，这一看应该是流浪乞讨的。这个女人看见老板的面前还有很多包子，就小心翼翼地走到老板面前说道：老板，能不能赏2个包子吃下？我已经3天没有吃饭了。老板不耐烦地转过身来看了看这位女人，突然他发现这位乞讨的女人跟他前妻长得很像。之前他前妻嫌弃他穷，就跟村里的老王跑了，所以他充满了怨恨。老板一下怒火中烧，直接掐住了女人的脖子，把所有的怨恨发泄在了这个女人身上。女人挣扎了几下就没有了气息。随后老板还不解气，把女人拖到厨房分解成了无数块。搞完之后，老板看着这些尸块，觉得气还没消完，又把这些尸块剁成了肉馅儿，最后用自己的秘方做成了肉包子，同时也去除了香肉的异味。第2天早上，鸡叫了。老板在店铺门前贴了一张单子，上面写着：本店新推出肉包2毛5一个。没过多久，路过一个人，这老板就吆喝道：新鲜出炉的肉包子2毛5一个，2毛5一个，先到先得，2毛5你买不了吃亏，你买不了上当。这路过的人一听有肉包子就心动了，而且还这么便宜，就连忙来到老板跟前问道：老板，你这真是肉包子吗？老板笑嘻嘻地说：童叟无欺，你可以先尝一下，再买看看是不是肉包子。这人很高兴，就拿了一个吃了起来。吃完之后，这人流连忘返地说道：老板，你这是什么肉包子啊？这么香，而且油而不腻，鲜美多汁，香甜软糯，真是回味无穷啊！老板笑着说道：这就是猪肉啊！这人惊讶地说道：这是猪肉吗？我从来没有吃过猪肉，原来这么美味啊！老板，来20个，我打包带回家，给我家人尝一下。老板开心地说：好的，稍等一下。过了一会，老板就把打包好的包子递给了这个人。这人拿着包子，开心地跑回家了。就这样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老板的包子铺每天都人满人患。大家都没有问老板的肉是从哪里来的，因为大家吃了身体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，所以就没有刨根问底。相反，对很少吃肉的老百姓来说，这肉包子已经是难得的美食了。半夜的时候，老板在厨房里看着最后一点香肉，陷入了沉思。突然，老板睁开眼睛，大胆地说道：既然这肉包子这么好卖，我何不改卖肉包子？说不定卖上1、2年，我就有钱重新找个漂亮的媳妇了。反正现在流浪乞讨的人这么多，弄1、2个人应该不会被发现。第2天晚上，老板就站在店门口，台面上放着1笼包子，等待着猎物上门。因为这街道平常会有很多乞讨的人寻找食物。没过多久，老板就看见一个男的走了过来，看着台面上的包子，流出了一点口水，连忙走到老板面前问道：老板，包子能给我练过吗？老板笑着说：可以呀，正好今天应该卖不完了，你坐凳子上吃吧，能吃多少吃多少。这男的一听，开心地说：老板是好人，将来发大财。老板说：不要这么客气，快坐下吃吧。随即这男的就坐下吃了。过了一会，老板看这男的吃得津津有味，便悄悄地来到他身后，举起一个棍子就敲了下去。这男的颤抖了一下，就倒在了地上。随后老板就把这男的拖到了厨房开始处理。早上又是美好的一天，老板把刚蒸好的包子端了出来。没过多久，老板店门口围得水泄不通。
因为老板规定一天只卖500个肉包子，所以来的人也多，有的是一家人都过来了，生怕没有抢到。上午时分，包子卖完了，老板每天都是开心的嘴都合不拢。老板还是照常的开门营业卖肉包子，其中有一对母女买了几个肉包子就回家了。回到家，这母女就拿着包子吃了起来。突然，她女儿说：“娘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我从包子里面吃出来的。”这母亲一看是一块硬硬的小东西，这母亲一想，卧槽，这包子里面居然有脏东西，要是吃坏了身体该怎么办？随即把女儿和包子里面的小东西带到了派出所，要求包子铺做出赔偿。这母亲因为看老板的包子铺生意这么好，眼红，便想讹点钱。这长官一看拿过来的东西，不明白是个啥，黑黑的，就叫旁边助手把这东西拿给了法医，让他检测一下是什么东西，有没有害。随后就对母女说：“你们先回去吧，等有结果了，我通知你们。”随后母女就离开了。过了没多久，法医拿着检测报告就出来了，长官就问道：“怎么样？这小东西是什么？有没有害？”法医说道：“这只是指甲盖，可能是店的老板在剁肉的时候不小心伤到手指了。”长官松了口气，严厉地说道：“明天带上几个人，我们要去检查那些店的卫生情况。最近有好多人反映，那些店的卫生脏乱差，是该好好整治一下了。”第二天上午，长官检查完了其他店铺，最后轮到老板这家包子铺了。长官说：“最后一家了，干完收工。”可是长官发现老板不在，但是店门没有关。长官说：“既然老板不在，那我们先进去看看。”进去之后，首先到厨房里面检查了一番，发现里面还算干净整洁。就在长官准备说回去的时候，突然法医说：“等下，我闻到一股特别的味道，这味道有点像尸体的味道。”长官惊讶地说：“尸体？你没有闻错吧？会不会是其他动物肉腐烂的味道？”法医说：“绝对不是，我从事法医10几年，这味道我是记忆犹深的。这味道好像就是从那扇门的里面传出来的。”随后便打开了这扇门，可是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呆了。只见这个仓库里面到处都是，长官都惊呆了，他想都不敢想，这里到底有多少人？联想到之前小女孩从包子里面吃出的指甲盖，长官顿时就吐了起来，然后对其他人说道：“马上联系警局，抓捕包子店的老板。”没过多久，包子店的老板就被抓进了警局。后来在包子店老板的供述下，又在店的后院挖出了几具人骨。就这样，这家经营1年多的肉包子店的幕后秘密真相大白，周围吃过的人恐怕会做好久的噩梦吧。后来为了不引起大家的恐慌，告诉老百姓包子铺的老板因走私之类的罪名被秘密解决。